大家好，一转眼呢，我已经回到了广州。今天是回到广州以后的第二天啊。昨天晚上打雷、大雨，在梦中惊醒。其实这几天广州一直是下大雨。但我昨天坐高铁回来呢，还好啊，一路上都是晴天，但是进入清远地区，到了花都那边呢，天就突然变黑了，下起了大雨。结果今天我看到新闻报道，说昨天广州某些地方大雨，不但造成了一些水患，更重要的是昨天还在白云花都那边呢发生了龙卷风，据说还产生了伤亡，真是非常可怕的天气啊！说是这个太热啊，天空当中的热气流对撞，造成了龙卷风。这个背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到时候听专家怎么去分析就好。今天呢，我到了9点多钟的时候发现雨停了，但是一看天气预报呢，也就是只有1个来小时，好像是不下雨。现在是10点多钟11点以后呢，应该就是有雨，而且我看这个天说不定等一会儿立马就会下雨。所以呢，我今天就在村里头适应性的再骑行一下。因为昨天刚刚回来，我就把这个车呢稍微做了一些调整，把原来架在上海那部小车上的那个相机的支架带回来了，再装回到我广州长骑的这部小车上。另外呢，在我走之前我就发现后轮的那个刹车呢松了。昨天又费了一番功夫，好像做了一些调整以后呢，现在感觉好多了，就2个刹车都有效，这样会比较安全一些但是惊奇的是呢，我在离开广州的时候，应该差不多接近1个月以前了吧。当时因为去到了佛山，结果在那边呢突然就遭遇了爆胎，回来以后呢我就补了一下也觉得说补的效果应该不会牢靠，但谁知道呢，过了整整快1个月了吧，这个胎压居然跟我走的时候没有太大区别，所以我今天出来骑行呢并没有再次给它打气这也是挺意外的一件事。但不管怎么说呢，我还是买了几条新的内胎备用好了，跟大家呢做了一些承前启后的交代现在呢我就在村里面随意的骑行一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路面的都是湿的，感觉呢这个雨最近还要继续下，因为我看天气预报呢连续都是下雨的天气，那也没办法人没法胜天，所以呢遇到这种每天下雨的天气骑不了车呢，就在家里的跑步机上走一走，也全当活动一下身体，等到天好的时候呢再出远门。当然不管怎么说呢，这次在上海还是进行了非常好的骑行，主要的原因呢还是天气比较好上海的天气呢，虽然春季有时候也会下雨，但是一般呢下1天就会停2天，或者1天当中呢也只有几个小时下雨而已，整体上来讲呢就不影响出门骑行。另外一个呢就是气温比较湿度，
一般15、6度到25、6度是一个基本的这种春天的气温，在这样的气温底下骑行呢是应该比较舒适的，所以也挑战了一下啊，骑到了比较远的地方。说话间呢我就忘了啊，今天我其实也把这个码表架到了车把上，但我居然忘了打开了。我现在把它打开一下看一看。当然今天其实不会骑远，也不会骑很多路，我就在村里随便的兜几个圈就拉倒。但我测试一下这个码表，到了广州以后它找那个 GPS 信号是不是一样灵敏。不知道是我们村里信号不好是怎么回事啊，到现在居然还没有找到连接的卫星，所以行驶呢距离居然是0。我看了看码表啊，居然现在是速度是0，只有一个高度57啊。我关掉重启一下看看是怎么一回事。挺奇怪的一个事情啊，刚刚我把码表关掉重启以后，到现在为止还一直在闪烁着那个信号啊，就是找那个星好像没有找到，所以我这上面不显示任何的速度和距离，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哈。换了一个城市它就不工作了吗？还是我们曲阜新村太过偏僻了，农村地带收不到信号呢？曲阜教育变成了京东家电专卖店了。看来还是没有找到卫星啊，没有收到 GPS 的信号，但也无所谓了，等一会儿再看到底怎么回事。广州的气温呢，明显要比上海高啊，
但现在呢应该是低于30度。但我昨天从高铁一出来，到了广州南站站台上，就一股湿漉漉的热风迎面而来，很明显感觉我在上海穿的外衣穿不了，必须要脱一件衣服，穿一件 T 恤才会相对比较舒服一些。发现我的这个速度闪了几下以后又归零了，就感觉还是应该是我们所住的这个村里面房子太高，边上还有小山，树木太多，所以这个 GPS 的信号应该是收不到。到了马路上应该是可以的，挺奇怪的。第一天在村里骑行就收不到信号，好吧。终于现在呢有显示了骑行的速度、平均的速度，还有骑行的距离。估计还是很难找到一颗合适的卫星，但我当时听说这个码表呢，它可以搜寻5个卫星，是5星的这个码表，但是看来功能也是一般般啊。现在呢，我在祈福湖边上骑行，准备呢再绕行一圈。刚刚没有关注，就我看到这个祈福湖边呢，还是有很多年纪大的人呢在这边休闲，大家在唱歌，做各种各样的活动。所以好天气呢是每个人都盼望的，即便大家知道过一阵子可能就要下雨了，大家不得不回家去，但是趁着现在没有下雨的这个时候，大家还是会珍惜这样的时间出来活动。回到乌村呢，就有一种比较安宁的情绪，就感到到家了这种感觉。
因为确实在这边生活了很久，就会以一种比较平常心过日子的心态在村里面骑行。转到这边呢，我就发现这个速度指示器上面又是归零了。总之呢，就是这个屋村还是信号比较差一些啊。所以既然这样的话呢，我再转一个圈，看看能不能骑到马路上，再去看一看信号强弱到底如何，测试一下吧。趁着现在骑行没话找话说一些我这个骑车对这些小步行车的一种感受吧。我家里呢，一共有3台这种小步行的车，2台呢，所谓的国步就是说白了就是仿造，1台呢算是正儿八经的品牌车。我最爱骑的，也是我一开始买了一个2手的，就是现在我骑行的这台小步行的车，它叫360。后来呢，我就了解，其实这些车形态差不多，但是根据车把的不同呢，它其实有些讲究的。比方说，我在上海骑行那台新的买回来的小步行的车呢，它叫小燕把，它就是相对而言，你就是重心要稍稍的靠前。而我现在骑行的这个车呢是 M 把，就它的车把呢是这几种款里面应该是最高的一种。也就是说，你在骑行的时候呢，你的姿态是比较坐直的，也就是比较休闲。但是你可以想象可能也不可能是速度型的。而我家里还有一个真款的小步车呢，它就是直把，叫 S 把。这种 S 把呢，就你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必须是保持你的体态前倾，
也就是说，你主要是通过这个重心前移，更适合你在蹬脚踏用力。也就是说呢，就仿照那种类似运动型的自行车公路赛的那种，就大家都是扶在车把上骑行的啊，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感觉。而我自己感觉呢，还是最喜欢的就是最老的，就是我现在骑行的。可能上了年纪人呢，就不是靠速度，也不需要什么运动的这种体态，主要的功能就是骑行啊，做一些普通的健身骑行，到处走走，还可以到处看一看。那我觉得这个呢，就是基本上啊，是我主要的功能。但是呢，我在上海骑的那个小燕把的也行，就是你要把坐垫啊稍微的放低一点点，其实它也能起到一个尽量坐直的这样的这种姿态。但是唯独那个直把的呢，老实讲，虽然是全新的，但是我好像对它并不感兴趣，反而是我们家的孩子呢，他比较喜欢，是因为这样才买下来的，大概就是这样。另外一个呢，我也看了很多骑手啊，因为骑行的时候呢，还是太过沉闷，所以大家还是会装一个相机在车把上。那么这个支架呢，它是有些讲究的啊。就我买过很多种支架，有牢靠的、不牢靠的。但最终呢，我还是选择了360相机这个公司啊，它配的一种，就是有2个头可以固定在车把上的这么一个支架，而且它还配了一个叫碳纤维的很轻的一个支架。当然它有2种，一种是短的，一种是长的，唯一的缺点呢，就是它不能伸缩。我已经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因为摔过一次车啊，连同我的支架包括相机啊都摔坏了。那我后来又买了新的一个同样的这种款的支架啊，现在就是用在我这台车上。那我呢，另外配了一个360它原配的一个伸缩杆，也就是说你在需要的时候呢，你是可以稍微的拉远一点啊。而且这种伸缩杆呢，据说还有3米几米长的，但是我没有买啊，这以后我可以去买一根，在没有人的空旷的这种乡间、田野、海边等等啊，就可以把它架起来。我觉得就可以产生更好的视角，看得更开阔的这种景色。我觉得这个也是倒是可以去做一些小小尝试的。大概就这些装备。另外一个呢，就是车头包。那我也是买过好几个车头包。那当然我买的这车头包呢，都是带这个猪鼻扣的，也就是说都是可以架在车把前面啊，就像我现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就这样。那它呢，好处就是说你不需要背负一个重物，大概几公斤的包呢，架在前面没有任何问题。甚至呢，我最近还入手了一个小步行的这种单车托运的包，也就是你坐飞机的时候呢，它可以装在里面带着你去远方。但是呢，我买回来还没有尝试过，期待下次坐飞机的时候来用它用。总之呢，就是给自己增加一些小小的乐趣。但是这种小步款的车的这种配件或者说包等等东西呢，一般都价钱比较贵啊。如果你要买正牌货的话，那么有时候你就是要有所选择，常用的才买啊，不常用的呢，最好还是放弃，否则就跟自己的钱包过不去了。骑到这边呢，就到了祈福新村比较空旷的地方了。我看到现在一切正常了，
对你的骑行的速度、总距离、平均时速等等这些东西都有了啊。所以我在想，也未必一定要骑到马路外面去了吧，我在里面再骑它几圈吧。今天呢，在村里骑行啊，我就是把相机对着自己呢，随便的拍一拍啊。但我的相机应该架得不够高，我再架高一点点，角度会舒服一些。前一阵子呢，我就看到一个视频啊，不知道谁给我推送过来的。深圳有个小伙子呢，骑着小步行的单车，很简易的装备，搭着高铁去到了昆明，然后从昆明呢开始骑行，骑到大理。当然不是一天就能够骑到的，他也是分了好多天，一天呢大概骑个40、50、60、70公里。到了地方呢，就找个地方啊住下，吃一些当地的小吃等等，然后呢，完成了他自己啊人生当中的算是一次挑战。我觉得年轻人有这样的这种挑战的想法非常之好，就是要有这样的精神。但是呢，我们这些上了年纪人呢，就这个可能已经不是我们的选项了。而我更想的就是说，通过一个托运包坐着飞机去到国内国外的某些城市区域，就在城里面找个旅店住下，然后呢去探访一些去过没有去过的小城市，就跟我在国内这些城市里面去探访的差不多。但是更多的乐趣呢，就集中在怎么去探访一些比较有趣的地方，去体验一下不同的风土人情。所以这也是我最近正在装备一些必要的器材、装配的一些配件等等啊，以便呢让自己能够去做出第一次这种尝试啊。现在呢，我骑到了海琴居，就是我们祈福的一个屋村里面，非常宜居的一个屋村。就我们祈福呢，它都处于一个山坡上。就广州怎么下大雨，一般而言啊，就祈福啊，没听说过有发生内涝、发大水的。倒是有听说过祈福的某个高楼的地下停车场有被那些水倒灌的。所以总体来讲呢，在街上放的那些车都没事，家门口呢也不会发大水。只是呢，就像我现在一样，骑行的时候你要费点力，因为在上一个比较大的坡。
时间呢，快到11:10了。说了11点钟有雨，我已经淋到雨了，所以在这边呢，我们还是掉头回家吧。不痛了。最近的天气呢，我相信啊，在广州骑行只能见缝插针，就近的地方啊，特别在村里面呢，找到不下雨的这种空隙啊，能够骑一下，我觉得也还可以。等到天气转晴了，我们再去远的地方来做一些长距离的骑行。但是呢，其实我知道啊，就是真的进入盛夏以后啊，广州也不是特别适合做长距离的骑行，因为呢太热了，太阳很毒啊。我在上海骑了几天呢，我就感觉有一点点脱皮的感觉了啊，这个手臂上不但晒黑，稍稍有些脱皮。在广州的话呢，绝对脱你2-3层皮，一个夏天下来。所以也是要有所选择，不过有时候也真的没得选。这就跟生活一样啊，就是你主动去做一些选择，但很多时候呢，你其实真的没得选，就靠什么呢？硬扛，要不然你就要做一些取舍，你可以选择做，还是不做。昨天我调整了一下刹车，把车把上的支架重新装上去，调整了角度等等，这些呢今天感觉都还挺不错的。所以每天呢就干一点点事，力所能及的就积少成多。今天能够干就干，不能干了明天再干。今天能骑就骑，不能骑呢，过几天天气好了之后再骑，都无关紧要啊。只要你抱着说只要天气好我就出来骑一骑这样的心态，我觉得对自己的身体锻炼呢，就是一个持续的向好。果然啊，飘的雨
稍稍有点大了。但今天呢，不知道为什么乌村里面还开着喷泉，可能过几天就是5·1国际劳动节了，就中国人呢就会迎来一个长假，所以今天呢是礼拜天，一些亲戚呢今天都要正常上班，主要是把这个假期能够集中凑齐7天，在5·1劳动节假期呢一起来用，所以今天实际上是个上班日。就这么在村里随便转了一转，我估计也骑了半个来小时这样的骑行了，所以起伏很大，很多地方我今天并没有去。这样的话也能在一个天气比较变换，有可能马上下雨的天气呢，还是可以出来骑行一下，可以做一些健身的锻炼，活动一下身体，而且呢，在村里骑行非常的安全，所以一回来以后呢，还是心情舒畅的骑行了一圈啊。好了，今天只是试一下单车，适应一下重新回到村里的生活，我们就在这边和大家说一声再见啊！谢谢大家跟随和观赏，我们下一段出行再会。拜拜。